大家好啊，现在在那个小火车上啊，现在呢，在这个德尼亚，就是我们那边白色海岸的一个终点吧。今天呢是星期日啊，那么就出来逛逛，散散心。感觉啊，这里的变化也不是很大，就是人稍微多了一点。之前来了2次呢，好像没有那么多人啊。可能天气最近也比较好。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船啊，之前在一些那个电视里面看，觉得这个船应该很小的啊，没想到走近看还是很大的啊。这个船很高啊，好像之前看过一个节目啊，就是有一个人他驾驶这个船，好像要探险，横跨很多个国家啊。哦，这个水今天真的是很清啊，这水里面还有很多这个鲈鱼啊，这个是海鲈鱼，应该都是很新鲜美味的啊。马路对面呢，大家都在那边坐着喝咖啡啊，感觉那个晒太阳很惬意的啊。我们感觉也要去吃东西了，肚子有点饿了，看一看那个谷歌地图。啊，找了一个这个餐厅啊，这个餐厅挺好的啊，有太阳的，在一个教堂的边上。啊，这个是好像他们在搞婚礼还是什么的啊，一大堆人。啊，这个餐厅它有个好处啊，就是它的这个每日菜单，周末也有啊，16欧啊，感觉性价比挺高的。我们这边啊，我们那边都挺贵的啊。这个菜已经端上来了啊，我喝了个可乐啊，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吃饭的时间吧，人好像都还没来啊，一般都是他们这边是下午2点钟开始吃饭啊。看看这个菜啊，它的这个是一个前菜，这个前菜呢，它是有4个啊，什么南瓜汤啊，这个凯撒色拉呀，还有就是有一个小的披萨啊，还有就是这个俄罗斯色拉啊，插这个东西的上面是俄罗斯色拉，感觉挺多的啊。哦，这个牛排也来了，这个牛排还冒着烟呢，滋滋滋的啊。就是点牛排的话，你还要再加个3欧元。吃完了，感觉挺撑的，散散步啊。前面那个结账的时候，差不多是一个人在人民币160-170块钱吧，167块钱有那个牛排啊，还有那个就是这么多的小吃啊，感觉还是性价比挺高的啊。我们那边的话，像这样的一个 menu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菜单的话，要25欧左右，还是便宜了接近10欧呢。哦，这个樱花啊，感觉很久没有看到过樱花了。这里其实还是感觉挺适合居住的啊，就是性价比、物价什么的比我们那便宜。马路上好像人也就是不是很多啊，就今天来的话人算多的感觉，这个游客啊，骑自行车的很多，什么跑步的啊，骑自行车的啊，就是这是一个比较轻松氛围的一个城市啊。然后呢，像他们这个城市啊，主要还是以这个美食啊，什么特色的美食为那个著名的。你看，像这个小区啊，都没什么人啊，就感觉这小区房子什么也比我们那边要新一点啊。吃完饭啊，找个地方坐一会儿，晒晒太阳。前面吃饭的那个地方
我选了一个有太阳的这个位置，但是我坐过去的时候是有太阳的，等到上菜了太阳就没了，然后有个穿堂风，哎呀，吹得冷死了，感觉都要吹感冒了啊。这里坐着晒太阳，主要这个城市吧，我也来了很多次了，感觉还是挺喜欢的啊。那相比我们那边的话，我们那边其实它是一个小镇啊，它的优势呢就是它有许多喜欢艺术的啊，或者说艺术氛围很浓重吧。它原来是一个小渔村，加上山上的一些老的居民，然后呢，它又成为一个就是比较包容，各式各样的艺术家什么啊，搞音乐的就在我们那个小镇，那它形成了一个比较亲近的一个度假的地方，整体来讲是不错的啊。但是小镇呢，我觉得就是除了那边就是我们那边靠山上的那个，就说是富人区吧，啊，当然房子也比较贵啊。那些呢，就是有很多非常好的、不错的房子，但是像医疗啊、学校啊，或者说就是配套的东西吧，还是稍微差一点啊。我觉得那里呢，就是挺适合，就是人家就来过一个冬天，然后夏天什么的就度假什么的啊，挺适合这样的那种类型的。我们这里就是不是我们这，就是现在我做的这个城市呢，它是一个城市，它是一个小型的城市。它不管在医疗啊，就私人医院呢，还有这个教育啊，比如说像那种什么私立的学校都比我们那儿资源要丰富很多，并且呢，就是它城市的整体的，就是节奏感吧，它又不像一个城市，它又像一个小镇啊，那它节奏感也是很慢的。那比起就是那个阿里坎特，对吧？就是这个城市的话，阿里坎特我去我就觉得啊，好像节奏就比我们的要快一点，更商务一点啊。那么这个城市就完全没有，你就觉得它好像到哪儿也是非常懒懒散散的啊。那像我们这种就是在当地没有收入的、没有工作的啊，纯粹是花自己的钱的，其实在哪里都一样，对吧？那找一个稍微舒适的地方，节奏没那么快的地方，是吧？待着可能就好一点。并且呢，我觉得就我们那里这2年，好像人还是一下子多了很多，就新的居民啊，这个移民什么的，不管是从就是哪些国家的人都有啊，就觉得这个内人口就是这个地方越来越热门了，像房子的租房的选择，或者说买房的选择，或者说房租的这个价格都在上涨，而且涨的幅度也是挺高的啊。就几年以前，3、4年以前吧，我当时看的一些房子，现在都要涨40%-50%的都很多，就是房价，就是那个买房的价格啊。而且我们那里呢，就是新房子房源很少，就只有1、2个新的房源，并且那里的房子我都去问过啊，就起步都是100万欧元，就是它新建的那些房子，而且就是没有样板房，完全全部都已经卖掉了啊，就是只能等后面的几期。那像这里呢，它的这个房子新房的这个数量啊，虽然也不多，也有个那个5、6个吧选择啊，或者说正在建造的，
那这些房子它的价格呢，可能只有我们那里的一半啊，就是50万欧元，基本上你就是买一个新的这种那个公寓啊什么的，都已经还算不错了。当然，在我们那附近，就隔壁的一些城镇，它有一些就是像这种那个别墅啊，就独栋的那种房子在卖，有的带游泳池的啊，差不多也就是50-60万欧元，大概100到200平左右吧。但是那些房子呢，就给我的感觉啊，就他们很多是那种就是过去人家过来啊，建完以后就出售的，就是投资使用的。它这个房子外部看看还行，里面整体去看一下，感觉啊还是这个就装修什么的，就觉得不像那种就是完全家庭式的那种感觉啊，就觉得反正就看着还行，对吧？但细节方面啊，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好，就是像人家投资的、建造的，不是那种就是人家买了自己住然后卖掉的啊，就比较少。我觉得就是有很多年纪大的一些人吧，他们可能也是养老，也是投资。那么他们在房价，比如说便宜的前些年，他们来买了以后呢，他就或者说自己买个地，找一个公司来建完以后呢，他就住个2-3年，对吧？然后这2年啊，这个西班牙这个房子一下子涨得很厉害，那么他们就赚到了，他就把它快点卖掉。卖掉以后呢，他们就再去另外一个什么地方啊，然后在那儿再重新再养老生活啊，再住在那儿。因为其实对于他们来讲的话，他们又不上班，对吧？有的是都拿退休工资的，有的都是就是自己有一定的存款的，通过一次房屋交易赚个几十万欧元，然后他再在别的地方再去找这种价值现在还没有高的地方去买了以后他再住个几年，然后再去卖掉啊。那他住个几年的这个开销，对吧？都有这个通过这个炒房赚来的啊。像这些人，他的这个投资眼光呀，或者说他投资概念都是挺好的，对吧？那当然，所以就是像我也不太愿意去接手那种房子，因为那种房子买来，你肯定你要就你自己得花大的代价去重新再装修。你说你就凑合着住吧，那么你又花了这个钱，对吧？这个钱也不少，不是说你花20-30万，对吧？你又花了不少钱，你觉得就是又不是特别省心啊。那之前我也说过，就是我也想去北部。北部整体来讲呢，就是我觉得不管是教育啊、医疗啊，还是社会治安啊，还是什么，反正就整体感觉吧，我觉得比这边要稍微好一点，氛围吧，或者说那种定期有一些活动啊，就那个城市的氛围啊。因为我也参加了许多城市的这个摄影群体啊，就定期的搞活动啊，或者说爱好摄影的这些人，大家聚在那儿，就我觉得那里的氛围更好啊。因为虽然我人不住在那里，但是我经常在群里面大家交流摄影，交流摄影的作品，就感觉那里氛围比较好。在这边好像这样的氛围就相对比较少一点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驱动力。但是呢，就我今天坐在那里，感觉吃饭的那个事情，我就觉得啊，就是这个晒太阳那个东西，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就如果说，就北部，因为现在还是很冷啊，就尤其是这个，它一年当中可能下雨很多，太阳就也比较少。感觉这个太阳晒着人还是很舒服啊。就如果到那儿就每天下雨，然后虽然就是夏天可能好一点，但大部分的时间啊都是挺冷的，也没有什么太阳。
又要重新再适应那样的那种气候，这个我觉得也是，就又有点不想去了这种感觉啊。